台湾第一点。好，我看到我要的了，我看到我要的了。露营可以劈柴啦，你经验去就海啊啦。没啦，我要劈柴的啦。这不能会死啦。没啦，我要用插头的啦。听说你们的猪很厉害，是全台湾唯一。虽然说你没味道，但你身上还是蛮多泥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们没啦，你等一下。我们这里养猪哦，等一下。可是你觉得叶子都好多哦。我唔是讲你做屁股哈，你人知道我不敢。你能想象在我身边的这一片停车场，以前是充满着牛吗？台湾是以农立国，而全台湾有为3的牛只买卖的场地，而现在却变成是摊贩聚集的市集。而它是怎么样从牛只买卖变成了市集？我们今天就来看看。Go。了解牛墟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个对家乡充满热忱、对牛墟大小事了若指掌的在地人问问喽。这个有以前清朝时代，咱这是258，点水是147，八杠是369，尾数放到比如说2号、5号、8号，还有对，才有营业。这种是一个时代到有啊，进无啊。哦，这侪人哦。然后足多人的啊。以前是来这咧买牛啊，时差不多一届拢有几只。一届头250头。250头牛在这边呢。哎呀，就你家里有牛，或者你需要牛，你都可以来这里买。还可以。或者是你家里有生的多的牛，你也可以拿来卖。啊，对。那边那边呗。哦，这只牛你的。系啊，我要卖啊。你卖哦，好，我该做。我这牛就3万伤少，我这牛饲偌久啊，这用你看我大腿，你看我手骨这粗。啊，好加2000啦，看你好无？3万没使啦，3万5，3万5。然后赚钱退呀。哦，就这样子哦。系啊。啊，他要检查嘛，你不用看他到底好不好。对，好了，再买啦，伊有无囝啊？伊是领导上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都不用检查吗？金牛，咱要晒牛，就要盯看盯甲试，盯试，搁爱试，爱试力，客户车爱试力，还需要去试的。啊，无无，迄牛拢看体重的，看伊有偌重，啊1公斤偌济钱，安尼甲你买。哦。早期各地牛贩赶牛到牛墟叫卖，农民也会担自家农产品来贩卖，因而形成了市集。但后来因口蹄疫肆虐，政府禁止牛墟买卖，牛只交易逐渐成为历史。现在则转型成为农民市集，举凡农家常用的各式机具、生活用品应有尽有，这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啊，这是拢卖啥？农夫啊，农夫诶，啊，动物啊，这以前是挂牛顶挂的啊。来挂羊甲你养的啊。是哦，挂牛身上的。到这下，这司机比较好啦，我到位到遐等下。你买买啊？系啊。哎，那我也要啊。其实我露营，好，我看到我要的了，那你要就要买啊。我露营可以劈柴啊。你经验去就海啊啦。没啦，我要劈柴的啦。袂使啦。为什么袂使？武器啊，迄警察迄呢？这更不是武器，这不是这劈柴的啦。迄人来叫我报着信呢。无啊，无啦，我买细机的吼，细机的，好，31支细机的，这会使。这波人头帮主，这波人会死啦。无啦，我要用插头的啦，我要劈柴的啦，哦，你劈柴。哎，这里真的可以挖到宝哎，而且因为以前农业社会农具的需求量很大，所以呢，哦，劈来先，你卡啦，好嘞，对着手尾要安尼烤。开始做什么？哎，你俩这全知道啊？要清水高的。哦，有厉害咯。有够厉害。就我卡，你看后面。比赛，我卡住，我练好标一个，我卡住了。我标一个啊。还得丢。想找各式农具就来这里，售出前会仔细检查，售后有问题也可以维修。黄大哥一家已经在牛墟经营4代喽，不怕找不到人。牛墟本来拍卖牛，现在变成拍卖鱼、拍卖海鲜。生理费用价了，这时候咱做面色可能对正常的，来恁奖励有没有一个人买一份来？我先讲哈，它这个1块价2块豆，价1米都拢真鲜，1万40块。
加这个主爽，加那讲化火把红两面都。我觉得他讲的比我好。讲六九那个，一个人买一份。他还教你怎么煮哎。应该是 YouTube 哦，对吧？我不是呢，你不是啊？台湾第一点。台湾第一点。嘿，那不是那个吗？郭富城。黑什么鱼啊？你怎么买黑什么鱼啊？就是龟骨，龟的龙骨，哎。拿来煮汤的。哎，煮汤。来。对。还先讲啊，咱这258，台南3号鸟溪，我这个港都小梦，哎，我先讲哎，他叫港都小梦。台湾路上，做自贡，郭富城的兄弟对啊，郭富城的兄弟对不对？哎，我先讲啊，哎，庆祝郭富城来哦，我今天我是爽爽的哦，加那讲话偌济。约出的话，我爸那边给人给20块，20块先给先赢，20块庆祝郭富城来到，20块我都想掏钱了。20块一个，没有要找，没有要找，没关系啊，让他们买，让他们买。来，最后一个算我啊，郭富城你有买着无？我无买着。来，你买10几个先花来派呀。你再花几个上来派，我叫你老师派，我派我公派。来，我买着拍谁啊？买到高兴，没买到妈妈不要生气。20块20块，对，我们也相当算是一个无心来的。鱼到了那边，今天他们要买鱼的人，你们看，等他喊一喊20块，手马上就出去，一个20块，天哪！牛墟太令人惊艳，美食也绝不容错过。猜猜看，我最想念的台南美食是什么呢？老板，他鳝鱼意面，鳝鱼面也是我在台南最喜欢吃的。来到台南，怎么能错过鳝鱼意米这独特的魅力呢？新鲜鳝鱼快炒，加入特调酸甜酱汁，再大火收干，真的是好怀念啊！你点的吗？当然，老板娘问一下哦，你们从以前牛墟就在这边的吗？对，我们30年了。30年，牛墟30年前还有？这边好像快20年了。这里快20年，原来是在哪边？我3个。那个上化302图书馆，最后撑到这里。他以前这边的牛墟你们见识过吗？有啊，以前都是有卖牛交易的地方。对，以前这里做很大哈。对，还有什么牛要看这只牛有没有力，人都在那个牛车上面。哦，他要站到牛车上面，然后让牛去拉测试它有没有力。对。哦，好酷哦！谢谢。农业社都是这样子的。都是啊，对不对啊？鳝鱼意面很酷的。台南的味道。这就是想念的台南滋味，大块鳝鱼，酸甜羹汤，满口都是乌醋的酸劲，太过瘾了。而牛墟的美食当然不只有这些，不管你想吃肉色崩、海山梅、花生迪卡，这里通通都有。还有一些都说是非吃不可的店家，我也只能入境随俗喽。这是盛情难却的一个牛肉羹，牛肉鸡。我没吃过牛肉鸡呢。这外口这种较贵啦。安怎讲？鱼只吼，早期的时阵就是500几呢。好看。它味道跟鸭肉羹有点接近，就都红肉，但它就是还是有那个牛的肉香味。已经把现在30点温体牛啊，这当台湾牛吧？对，台湾牛。还有你现话只有100片，合法的。屠宰场，反正也都在这边，因为以前这边就是牛墟嘛，牛只买卖。台湾全台湾省只有这个屠宰场，因为其实在这附近，因为以前这边上化这里的牛墟是最大的，所以呢，在牛墟的附近，当然跟牛相关的东西会有很多，比如牛具啊、牛车啊、务农的人呐、然后
后当然也不乏会有牛只的屠宰场，所以也都在这附近。那等到牛墟渐渐没落了以后，到了工业社会、工业时代，那大家开始需要体力，因为做工的人他需要体力，他开始就变成反正牛只也多了，土地少了，能够耕作的土地也少了，所以变成就有牛肉的产品出现，所以大家也开始吃牛。较无禁忌啊，无像较早拢会体谅讲，你帮咱做些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跟热忱还是有的。他只要讲到牛墟当初是哇，250头牛，每一个人来到这边，然后来交易，你的牛牵出来，我的牛牵出来，我来喊价钱，我多少钱跟你买，然后我帮你看看那上面是怎么样子，你的牛的健康状态，然后我要去测，找几个人站在上面，然后这头牛拉拉看。我光用想象那个画面，我就觉得哇，好热闹哦！那是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时代，在竞争力都没有到那么样的，像我们现在人口这么多、那么密集、竞争力这么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美好是，我只要好好的把这一片农地顾好，好好把作物种出来，好好的养一头牛，好好的交易，好好的生活，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。从牛墟早期的牛只买卖转变成为现在的农民市集，也可以看出台湾的农村正在改变。而接下来的这位朋友，更是畜牧业的第1名。来，哟呼！这种画面你在现代的社会应该很少看得到了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很多的时候都是用机器，要不然就是用固定好的饲料。但是你知道这个饲料有什么味道吗？闻起来令人心醉哎，因为它有一个发酵味道，很像那个酒酿。真的，你看，虽然说你鼻子不好，我相信你这个味道你一定也很喜欢。它香到我好想吃哦！这里面有什么？除了黄豆、发酵液、鱼粉、可豆粉。怎么样啊？你会火锅了吗？听说你们的猪很厉害，是全台湾唯一，到底是要盖水泥屋、木屋、茅草？台湾第1点。虽然说你鼻子不好，我相信你这个味道你一定也很喜欢。很香哎，对不对？很像那个叫做什么酒酿啊，这可以煮酒酿汤圆吧？请教，我们先从饲料来讲好了。这个饲料位置它是完全就是你说是完全发酵？对，我们叫做全发酵，发酵4个小时，甚至到1个晚上。对，然后完之后才会开始喂鸡。那会不会就是像我们人每天喝优酪乳的概念？其实不太一样。我们如果说像喝优酪乳，有点像添加饲料。可是我们所谓的全饲料是鸡它全部的饲料全部都发酵。但他们吃的肠胃不会不舒服吗？不会，会反而更好。是吗？对，但是你是一直吃发酵的东西，然后在里面一直滚这样。菌啊，所以是帮助你消化。你们是全台湾唯2的对有机鸡蛋。对，是什么样促使你们开始做有机这件事情？9年前我身体很不好对我脊椎其实是有伤的，对，所以我的脊椎那个时候历经完全没有办法走啊，没有睡觉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回来慢慢的自己休养，然后自己找出自己可以继续活下去，然后的一个生活。这么严重？那个时候连房门都走不出去了。所以，但是这个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，为什么人一定要到你真的受到威胁以后，你才会去回头的思考，哇，这个宇宙发生什么事，对不对？讲你啊，吃饱一定要健康，健康，没有健康，后面什么梦想都没有。对啊，底子没打好，你就什么也没有。因为一场大病，让子珊接触了有机农业。他相信是有机农业跟土地治愈了他，也因此走向了这条道路。为了打造合格的有机牧场，从养地开始，接着种植玉米、蔬果，才进入养鸡阶段。这是什么鸡？这跟我一般大家在用的那个伊莎蛋鸡不太一样。这个叫台畜12号，是我们国家农委会畜产试验所，它历经30年在全台各地保种，
所留下来的台湾本土的鸡种，然后再稍微把它杂交，就是说比较适合产蛋率比较高的，然后把它命名为台序12号。一天能有几颗？它平均3天采1颗。哇，3天1颗其实真的不高哎，真的不高。以伊莎蛋鸡来说，最差2天还有1颗。是的。然后基本上是每天1颗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才想说，如果我家里要有源源不绝鸡蛋，我就养2只伊莎蛋鸡。然后对我基本上2天会有2颗鸡蛋。可以这么说。对，有的时候好一点的话，把公鸡摆在旁边，2天我会有4颗鸡蛋。公鸡没有办法，公鸡没有促进它想要生鸡蛋啊。哦，这样你知道吗？如果换成台序12号，我就得要养3只了，每天才会有鸡蛋吃。看来这台序12号的有机鸡蛋真的不简单。这个是有机的出生卵，第1颗对不对？第1颗，因为它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因为后面的第2、3颗以后，它就会开始变比较大颗一点，饱满一点。哦，但是也要跟一般就是不知道鸡蛋，你现在外面买的叫水洗蛋，它是因为用水洗过，然后你就一定要冰箱。但是如果没有洗过，能放多久？没有洗过，其实在常温下，在常温下应该30天没有问题。对，因为它外层有一层膜，有一层菌，因为它从它的鸡蛋刚生出来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保护鸡蛋的菌。这边我发现一个事情，它这算是日夜温差吗？外面好热，里面没有那么热所以你们都是用竹子对，就是竹子是一个降温一个很好的建材，而且有机我们崇尚是环保，对，所以整个牧场的环保，连建材都环保，这是我们的初衷，所以对土地也友善，对动物也友善。子珊与伙伴们借鉴他国成功案例，还有台大林美峰教授无私的热心指导，牧场的各个角落都是经过子珊一群人多方试验的结果，其中也包括动物们所吃的饲料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是？这是沸腾的100度的开水。对，因为我们的饲料全程都是熟的哦。对，我们是让我们的鸡吃全熟的东西。全熟的东西 ，OK。那要小心，因为里面是开水。好啊。轻一点。哦，好酷哦。慢慢倒就好，小心你的手不要烫到。不要烫到。阿斯好烫哦。对，我想个办法。全倒，对，全部都下去，一次就是倒4桶。这边的玉米的话，就是总公斤数有60公斤，60公斤做18小桶，它可以用多久？就1天而已，1天就用完了。对，这只是单纯玉米的重量而已。哦，只有这。对啊，我看到还有贝壳，有什么？然后就是我们要一直让它慢速的旋转，然后开小火煮40分钟。玉米全熟，我们还会焖半个小时，让它100%的软化，全熟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好的，好，没问题。这是好的。哇，这里好香哦！哦天哪！它香到我好想吃哦，好香哦！这里面有什么？除了黄豆、发酵液、鱼粉、可可无钙质的哇！因为这个是我们是蛋鸡料，所以是加可可粉，让它的蛋壳蛋会硬一点。我真的也是觉得让大家知道一下，我们发酵过后完全有机的饲料，人是可以吃的，可以。他说可以，你试试看，咬到可可剂的配哦，很香。怎么样？生鸡蛋。怎么样啊？你会不勾了吗？不勾。真的啦？怎么样？你先跟我说一下。然后下蛋。张先是不是太小颗吃不出来啊？不好说吗？好像是月饼的那种。月饼。面粉。好。这滋味真的是难以言喻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些有机饲料是有机畜牧的基石。靠着这些饲料，子珊不只养出了有机鸡蛋，还养出了全台唯一。
我们现在回到那个3只小猪的概念，你到底是要盖水泥屋、木屋还是茅草屋？我们现在要盖的是茅草屋啊。对，茅草屋。这个是什么草啊？这个我们叫马草。马草啊，这叫狼尾草。这是狼尾草。对对对，而且我会用狼尾草当做筋。狼尾草当筋。对对对，然后马草当成那个就是瓦片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听说你们的猪很厉害，是全台湾唯一。是的，唯一。其实最主要是低密度的饲养。刚刚做毛猪，让它降温舒适的环境，就可以降低疫病的机会。这是平埔黑猪，它的耐热、抗病性也会比较好。基本上我们一季就成功，因为我们没有像养鱼缸一样倒缸过。台湾第一点，听说你们的猪很厉害，是全台湾唯一。是的，唯一。哎，你在以前在学校是不是很喜欢考试的人？不是，哎，是不是？是，就是很喜欢在学校拼功课，我要不要考第一，要不然就考第二的那一种，是不是？可以这么说。对啊，做了一个鸡是唯二，然后做了一个猪是唯一。对。哇，好，我们现在帮他盖，然后我们再来聊看那个猪到底为什么可以变唯一。这要是在我住的花莲的话，其实有点难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就会变3只小猪会被吹走，那台风一来的时候，整个砰就没了。对啊。所以这我们自古平埔族就这么做，它很适合是我们这里的文化跟气候。因为这个其实真的蛮硬的，韧性蛮够。对啊。而且我们有机不仅有机，我们还讲究环保。环保。它就是一个100%可以回收的一个牧场。像这个多久会换一次啊？1年，1年换一次。对，这其实蛮耐用的啊。这个茅草是很好的降温的建筑。降温嘛，对啊。在南台湾，你要做有机畜牧，你就要想了怎么去降温。为什么？因为牲畜来讲，不管是鸡或猪，它抓温很容易暴毙，对，会死亡，对，然后甚至疫病也会，就是说会爆发。那在欧美他们要注意什么呢？欧美他们都有有机，他们的有机比台湾早吗？对，他们比台湾早，他们早我们台湾30年，就开始做有机了。对，那么更发现说，非有机的工法有没有也会影响到他们地下水的水源。看过丹麦的报道是这样，所以他们重新思考有机的导入。但是在北欧，尤其像丹麦、德国、荷兰，他们是属于温带大陆型气候，所以他们想的是怎么去保温。比较担心的是寒害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那在我们台湾亚热带地区的话，它是比较怕热。对，热的话就会有菌。对，有菌有疫病。有疫病。在台湾，我们要做有机的畜牧，我们要自己去独创我们自己的亚热带工法，适合我们台湾在地的亚热带工法。因为其实我对于畜牧的有机来说，我其实了解没有那么的透彻跟深刻。因为你在蔬菜的有机你可以看得到，因为它比较好控制。蔬菜有机我只知道说我的肥料、我的土地，然后我的饲养环境、种植环境，我控制得好，它可以叫做有机，跟有机检验是能过的。OK， 但动物就不一样了，动物身体有这么多的器官，这么多的细胞会长出来。它靠着风，靠着什么？就我们是动物啊，我们都会被病毒传染。你看，他们完全不怕人呢。哎呦，来哟，想不想吃东西？来，握手。黑毛猪跟白毛猪有什么差别？其实就是品种的不一样。品种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以前小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黑毛猪身上的菌，猪肉的菌会比较多，是真的吗？那是因为黑毛猪它让它吃厨余的状况之下，哦，那可能它的身上的菌比较多。我让它吃厨余。对，这是饲养环境的关系，喂饲料的关系。对，所以一切都是跟它吃什么、怎么养有关。是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来，再来。对，不要怕嘛，不要怕，怎么可能不怕？看到一群人，都有你们身上，你吃不吃猪肉？所以他怎么可能不怕？对啊，但是怎么养很重要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怎么发现要养到有机猪？就像人，因为它是哺乳类，它就像人一样，它也会生病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你要怎么样照顾到它吃的来源跟环境的来源，都避开这些病源？我们饲料有机发酵，维持它的肠道健康之外，对，我们除了小猪要保温，其实最主要是低密度的饲养。
低密度，对，还有降温。 OK， 低密度饲养，还有我们刚刚做茅草，让它降温舒适的环境，就可以降低疫病的机会。对，而且最主要，我们这是平湖黑猪，还有台湾本土的种源的，所以它的耐热、抗病性也会比较好。你巴肚太大，你给我讲，你肚子垂下来了啦，你也是每只都肚子都垂下来了。好啦，你不要这么凶。其实做有机猪它很重要，怎么说？因为有机猪的成功就是台湾的有机畜牧开启了发展的里程碑，因为难度最高。因为猪是属于杂食性，对，那所以说它杂食，那它所要处理的食量大，那它可能疫病的种类也会很多，对，所以它的难度是最高的。那如果我们把难度最高的有机猪做出来之后，其实像其他的有机的牛羊草食动物是相对的简单很多。还有就是说我们完全不能用药，所以这难度是很高的。那我问你，你们一次就成功吗？基本上我们一次就成功。因为我们没有像养鱼缸一样倒缸过，没有，猪没有，因为我们已经有有机鸡的基础了。一次就成功，绝非侥幸。从养地、种玉米、种菜、养鸡，再到养猪，紫杉对所有的规范都相当的谨慎小心。因为有机畜牧比有机农业挑战更大，除了养殖环境、饲料之外，放牧面积也有一定标准，必须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让猪只生活。我现在大概懂那个低密度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一般来去到很多的畜牧场里面，它就是一只这样排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这里这么大这2分半吧，就差不多，对不对？2分半里面才3只他们也过太爽了吧？所以这就是低密度的养殖方法。对它，有机农业促进法里面有密度的限制，所以像有屋顶以下1.3平方公尺只能养1只。然后呢，这个叫放牧地，对，放牧的地方也是一样1.1平方公尺养1只，对，可是要轮流放牧。好，所以只能2平方公尺养1只，但是我们有机畜牧养的会比法定的那个限制还要再低。OK， 因为密度越低就不容易生病。所以也是为了它的健康着想。对，因为真的在讲到最后，它就是食物的来源。对，食物。如果说食物来源没有在一个健康的状态，你可能吃到的也不会是健康的。对，那个是手套，你要干什么啊？你就一直吃就好。你不要咬我的手机，这是叫手机，好吗？你看不到他们有那种紧张惊恐的，然后很快乐他们。对，就是动物福祉。虽然说你没味道，但你身上还是蛮多泥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们你等一下，我们这里养猪你等一下。你没有闻到猪粪味？没有味道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有机畜牧就是不能有臭味，就是有机畜牧业的社会责任。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，这里。对，首先，猪其实很爱干净。对，有听说过这件事情。所以它粪便的地方、淋浴的地方跟睡觉的地方一定会分得很开。它一定会把它排泄的地方离最远，这个空间里面最远的地方，像这里，他们如果拉的话，就会在你看没错嘛，对角线在那边，他们到那边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它是维持干净，很干净的状态。看一下，贤哥，你该不会热到想泡澡了吧？这猪圈根本就是猪界的豪宅吧？紫杉一群人根据猪只的习性来规划空间，抑制发病的机会。整体环境宽敞透风，有舒适的起居室，可以尽情奔跑的游戏区，清新无臭的厕所，还有泥浆浴供他们泡澡。这是他们澡盆吧？这是他们的泥浴池，因为猪它非常的怕热。有机鸡它会有沙浴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有机猪它会有泥浆浴，对，因为它在里面泥浆铺满了以后，太阳晒了以后干掉，然后对吧？所以身体也比较健康。而且它靠的泥浆浴也可以去除它身上的外寄生虫。寄生虫，对不对？对。蚊虫会咬嘛，它所以就泡在水里面，蚊虫比较没有办法叮，把身上的寄生虫给把它抹掉。所以它泡泥浆浴是很舒服的。而且因为我们有抑菌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泥浆池里面，你没有闻到臭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们刚刚看那个小猪长到这样要多久？ 8个月。哇，好快哦！
超快，他们是有生长激素是不是啊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有机的玉米跟有机的黄豆啊，自带成长哎，好快哦。还有有机的燕麦草、木树草，营养很够，最主要是营养很够，所以它才可以8个月就可以屠宰上市。我在这里很难去把它们当成食物看，我还是把它当成动物看。不行，我们是畜牧业要理性。我知道了，但是就是到这个地方，你就会觉得，你还是把它当一个动物。而且你们养殖的方式也是把它当一个动物，对。但是我如果到市场上的话，卤肉饭好吃，空霸崩扣酱，好了，不要在你面前讲了。理性养猪哦，其实基本上我已经我以为我可以蛮理性的，但是呢，你接触过牛羊猪之后，我发现我变得好像没有那么的理性呢。就是当我们要坐在养猪场的旁边，但我们吃的却是 OK 好吃的猪肉，你有时候还会觉得这个对是动物哎，我哪一天如果吃素，绝对是因为我不吃动物，而不是宗教信仰，对。也是因为台湾第一等你养。我看这个肉呢，你来放好了。好，我来放。因为感觉你们比较理性。只有你一个人。今天早上3000个，他是很骄傲的嘛。今天早上3000个，哇塞！一定要做得好，也一定要做得大。对，所以我1年的中医菜最起码要20多万克。台湾第一点，我看这个肉呢，你来放好了。好，我来放。因为感觉你们比较理性，我现在目前有点感性，因为蛮猛的，所以你一开始也就跟我说，我们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件事情。就畜牧有畜牧业者，对；养殖有养殖业者，对；屠宰有屠宰业者，对；我们就是消费者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其实你们在做的一件事情是让消费者有更健康的食物。是。中间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最难的点？我可以讲2个点，一个点就是说，我们牧场登记很难取得，对，因为农政单位所想的那一个方式，对畜牧的管理都是惯性的管理，对，可是来用那种方式来限制有机，那就很难做，对，因为那方式想法完全不一样，还有就是有机饲料严重不足，现在都仰赖进口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是有机黄豆。很少人在做，很少人在种，没错。为什么？大部分我们畜牧业所吃的是基改黄豆跟基改的，可是我们要求是有机的硬质玉米跟有机的黄豆，所以就会很难。对，然后我们要自己去种，要足够的土地，然后去种有足够有机饲料，才能做有机的畜牧。那又回溯回在土地上种植的这些人，对，你是不是用惯性农法，或是你有没有试着去做一些改变？当然我有听到很多年轻人回乡，他在接家里的工作也好，或者是他跑到了去花莲买了一片地，租了一片地来做这样的种植。我说实在，我真的蛮佩服你们，真的，你会愿意的下去自身下去做一个这样的改变，而且这个改变并不可能是，也许你自己看不到。但是在未来的像我的下一代小孩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他是会被看见的。对，没错，对吧？所以从我们这个时代就开始做这件事情。2021年，台湾诞生了第一头有机猪，子珊与伙伴们也不吝的来开班授课。有兴趣的农友们可以洽询甜心有机牧场，一同加入台湾的有机产业哦。以前在更小的时候，大家在种植都要求它漂亮，所以就是惯性农法。对。你知道吗？有惯性农法吗？以前也是，还有基因谱，那种无毒。无毒。对，无毒的话就是那时候开始就没有用农药了。起初在做这个的时候，有一个问题跑出来，因为一般的这个土地的话，对，它有化学肥料嘛，对啊，所以它的养分它的吸收很快，转换很快，然后一下子做有机的话。第一年的话，它有时候你不会赚钱，你没有亏本就很好了，因为它的肥料，它吸收这块特别慢，然后你要一直储藏养地，到第2年、第3年的话，它渐次你会觉得，它越来好像成长这一块的话越来越好，
所以投资这一块，它的报酬率要算到2年、3年。2年、3年以后了。对对，其实我跟你讲啊，直接问他比较快。徐妹妹。怎么样说服你爸？当初要回来做有机这一块，有先跟爸爸沟通过，对，沟通完确定没有问题，我跟哥哥我们才一起回来帮忙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因为刚好是觉得说家里本来做无毒的这一块，就是已经做好几年了，觉得好像离有机有比较接近了，那也许我们在回来做这个时候，可能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。对对对，所以那时候就毅然决然把哥哥直接叫回来这样子。对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整个家庭的向心力、团结力要是够的话，一起做不会失败了，真的啦，真的。我们可以采一块来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往那边。哪一个？那边。那边对，因为这边都是挑过的。这边是挑过的。玉静原本从事教育事业，有次回家听到了其他农友感叹爸爸农业技术没人传承，很可惜。这成为了玉静回家做有机的契机。他运用了原有的技术，再加以行销推广，让爸爸的优良农产品让更多人知道。你觉得刀刃在哪一边？弯的那边。这边吗？不是。这边。对，一般像我们刀都是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就要在这一边呢。是这样割比较好割哦，采菜。这个不会用割的，你要用压的。怎么弄？用压的，接的弧度嘛。然后你顺着这个弧度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啊。这样就好了。它有一个。这颗可以采吗？可以。然后你把这个要弄一下，然后往前推，往前推。真的这刀这么好用哦！像这样高丽菜啊，我们一颗在市场上卖是卖多少钱？79块，79块一颗。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般惯行农法的一颗高丽菜是多少钱？如果来采就算直销嘛。对，现在是1颗20块，3颗50块，3颗50。对，这个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，我到底是要假秀，还是要假健康？对，3年以前我惯行农法，我的种了就收，种了就收啊，我的赚钱啊。但是我如果生到一个女儿来说要跟你改变，你就讲气啊！我说拜啊，我去3年都没走啊，完蛋了。然后就这3年的时间，为了根本啊，一定要做得好，所以也一定要做得大。对，所以我1年的高丽菜最起码要20多万颗。对，他们在行销这一块的话，对，哇。真的，概念是比不讲，对啊，不讲啊。对于我们年轻人的这一块想法，我觉得，你可能要学一学。你看我不会老，因为我都跟年轻人在一起啊。展现你的速度，等一下哈。你要展现你的速度，我看我进哦，预备，我的速度已经是很快的啦，真的啦。等一下，3颗我1颗还没要，你等，就展现你的速度哈。再。哦，再来。你别带，你不要等他，你不要等他，真的。你看，我都唔信，对没对？我来都不敢进来，要你看呢。哦，你来，就是发挥实力就对了，你偷看电脑。我已经弄得很狼狈了。不知道你车尾灯。这是平常的速度就这样子，不是今天表演。不要聊天啦！怎么了？你看，辛苦了。我的本分不是采菜。你也压不下去采菜。装菜的，我是装菜的。徐爸爸负责种菜、采菜，玉静负责收菜行销，哥哥负责搬菜管理，许妈负责后勤补给，一家人同心做好一件事，真的是让我好生佩服哎。是说许爸指导一下，我真的跟不上喽。我不是讲你做事有哈，是你的学习能力好，我还不敢哦。台湾第1点。我不是讲你做事有哈，是你的学习能力好，我还不敢哦。说其实做的不好，但学的蛮快的。他怎么讲话都一语双关呢？哇，不能好好称赞。真的。哇，这才很可爱。哇，它这个必须要快，你太慢就会不好嗑。可是你觉得叶子都好多哦。
他说我学习很好，但割得不好啊。他刚不是说了啊？他怎么办法这样一直弯着腰啊？我天哪！那现在是一般时候踩的都是只有爸爸对不对？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有你一个人。我一天早上3000颗。他实在很骄傲呢哈，一天早上3000颗，哇这了，让我不禁的想要帮他算一下，他一个早上赚多少钱。其实我这次下来台南，有绝大部分让我看到的是，我很欣赏的是台南老一辈跟新一辈的人的连结跟教育。我觉得他们一家子人可以同样做一件事情，为了同样一个目标而努力，而家里的向心力却这么强。然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那种欢笑声是不断的，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难得的事情。这样的教育是令人羡慕的，跟也令人觉得可以拍拍手的。我觉得，这个教育是我们想要努力的，以后我们家庭也许也可以变成这样子。这是另改选的高丽菜，哎，对，有机的有机的高丽菜，胖生的哈，我现在怎么做？你切碎以后，首先是先把这个肉哈，我是买那个黑猪肉，用蒜泥、酱油、糖、酒、五香粉、玉桂粉、胡椒粉浸制1天，然后就加了面粉、地瓜粉，搅拌，搅拌。交给我。这个菜也是你自己想到要来这样做？没有，回屏东有一家那个面店，他都专门做这个，哦，真的哦，很好吃。高丽菜羹，对，高丽菜羹，然后就中间给它包肉，包一块。对，然后给它用成条，然后就可以炸了，就这样。那它这样炸的话，它的那个高丽菜就扒住不会掉？不会掉，因为这个有加那个地瓜粉，还有那个面粉。它高丽菜不是会出水吗？如果加盐的话会出水，完全没有调味，只有加粉而已，就不会。就不会出水了。哦，懂了，又学到一招。做好扎实的菜羹，下油锅炸至金黄色，这就是妈妈的拿手菜——炸高丽菜卷。还有将高丽菜一片一片剥开，摊晒在太阳下，之后就是高丽菜干。好期待他们在许妈巧手下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？你知道我每次出门啊，就会多学到一样菜，新菜。哪一样？这，今天我就有这。哦，对啊，但是还没吃过，这一定很好吃哦。可以哦，可以吃。有机高丽菜卷呢哈，来了，长辈先来了。哦，谢谢。这个没有长辈动坏，我们也不太敢动。我先吃一个原味好了。好。原味也不错吃啊。妈妈，原味怎么会没有味道？原味有味道，充满爱的味道。它其实好吃啊，高丽菜卷它吃下去的时候，那个菜香。它不会被肉的重口味盖过，对，它是甜的。甘丁，这可以蘸这个酱，这什么酱？酱油膏加蒜末嘛，蒜末酱，蒜末。哇，好好喝！爸爸从以前惯性农法开始，务农开始，我们就是自己种什么就自己吃什么。真的。那你现在自己种有机开始，你刚刚有说你已经吃不习惯，好，你买到别人的青菜。一个最重要是，如果买别人的菜不会洗，要洗它在煮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这个没有农药啊，所以冲一冲就可以煮了。外面买会洗啊，习惯了嘛。哪一个是高丽菜干的？这个你刚晒的高丽菜干，原味的，真的吗？没有这样吃过，原味的。我有吃过那个花椰菜干，然后是我妈说她没有加盐巴，也没有加味，都没有，全部都没有。这什么都没加？对，都没有加，盐巴也没有加。哦，好清爽哦，很舒服哎，它有一点点淡淡的酸香感，沙酸呐，坑咖、蒜头、辣椒，酸酸的，酸香香的，酸香的。哦，这个清炒的哈，对，高丽菜这个是哇，你知道我吃高丽菜哈，我最喜欢吃到这带根的这个，真的吗？这个最好吃。很多人不喜欢。这个好好吃，这个口感又好。然后因为你如果只吃叶菜面，就是对高丽菜叶面是最好吃的啦，好吃。但是我很喜欢吃这个，甜甜的啦，我们高丽菜蛮甜的。哇，甜。
它整个好像就是只有营养在嘴巴里那种感觉，滴滴滴滴，脆脆，哇，好吃好吃好吃。你说是酸菜汤？对，把高丽菜做成酸菜去煮鸡汤。哦，对啊，鸡肉也是我们自己养的。哇，我们很多客人回去都是做高丽菜酸，他说高丽菜酸的营养价值很高，然后又有酵素，对，所以他们这个发酵味道我喜欢，它没有那么重口味。然后你有时候都会加一点醋，加一点醋精，但它不是那种味道，没有这个没有，它很发酵的酸，但没有那么重。它是天然发酵的。真的请我捧来吊起来就好了。有机农业在台湾已经发展一段时间，有机畜牧则是刚刚起步。只要是对台湾的土地有利的事，我们都应该多多关心以及给他们支持。而这一桌家人同心的高丽菜大餐，我吃在嘴里，感动在心里。他们没有碱水。哦，你要不要试？你来，来，不要，继续有，用手喂，用手啊！你搞啊，请我冲上！用手为什么要啄手指头？对，可是我毛给你可以过来。要让你们感受一下。我知道。聪明啊！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